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制作腕表，欢迎收看这期腕表评测。这期给大家带来的是两款艾迪15黄胶像素15400的一个款式。然后这期给大家带来两个工厂之间的一个对比。首先可以看到左手边这个是 ZF 工厂的，右手边这个是 APS 厂的。ZF 是我们的老牌工厂，然后 APS 是新兴的一个工厂吧。之前它的前身是 AZ， 然后分开出来一个做一体机芯，然后做成了现在的 APS。首先我们来对比一下它的一个外观直径。首先让卡子量一下，可以看到41个直径，这是 APS， 然后厚度的话是量一下厚度，9.6达到9.6的厚度。ZF 的给大家量一下看看，好，41，这个是9.8。可以看到，其实官网的话，数据上两个工厂其实都对版的，一个厚度是41毫米，还有厚度9.8，还有这个机芯是3120机芯。然后来对比一下这个其他细节，首先可以看到这个实心的一个中轴，然后这个是 APS， 中间会有点小镂空的感觉，也是一个实心中轴。然后 ZF 这个是比较密一点的，这个中轴比较密一点。还有这个指针的话，看到这个指针都是一个半形的指针，然后都是比较立体的，不是铁链式，都是比较立体。可以看到这个指针两个工厂都做的原体。再来说一个夜光填充，其实不难看到这个 APS 这个夜光填充做的比 ZF 要好一点。可以看到这个 ZF 这个夜光填充指针这里比较明显吧，这个有点黑点，然后凹凹凸凸的。放大看出的细节，然后再说一下这个，其他一些刻度、打磨亮度，其实可以看到 ZF 这个好像是打磨比较亮一点，抛光程度比较亮一点。可以看到质感的话，这个是比较闪的。反光过去看一下这个 ZF， 看看，同个这个质感是比较闪一点的。还有这个最明显的区别就是这个盘面了，这个是深蓝色，然后是 APS 这个是有点稍微浅蓝了。在我从官网上看来的话，应该是 ZF 这个深蓝更对版一些。好，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夜光效果，左边是 ZF， 右边是 APS， 可以看到 APS 这个更胜一筹，夜光线条比较明显，这个夜光效果是比 ZF 的更明亮一些。再看到一个智力给大家对比一下。基本上差不多吧，基本上差不多，质地这些都差不多。再说到这个表壳的一个打磨程度，可以反光给看效果，是拉丝效果，是不是两个工厂都差不多 ？APS 好像是宣传是904钢的一个钢材 ，ZF 这个没说，这个是 ZF， 看一下拉丝效果。这个是 APS 的，这个好像拉丝效果好一丢丢，但看起来也不是很明显，这个也是可以忽略的。再来说一下镜面，镜面的话都是做了一个下沉，可以看到做了一个下沉，然后是稍微有点凸起的。来看一下侧面，侧面这个其实 APS 和 ZF 其实钢色是有点区分的，这个是偏的钨钢色，然后这个是偏了白钢一点。侧面拉丝效果看一下，其实都可以，刻字都挺立体的，都挺刻的挺深，然后立体。再看一下这另外一个侧面，都可以。再来看一下扣子，扣子这里是这个是 ZF 的。这个白色的地方有偏乌色一点，然后这个 APS 偏白钢亮一点，亮色一点。其实这个用久 APS 用久之后也是跟 ZF 这个差不多。再来说一下重点的话，是说一下这个机芯。机芯的话，两个工厂都搭载一个丹东的一个3120一体机芯，然后可以看到一个细节打磨。可
可以看到一个7点位的摆轮，这个是最版的。看一下这个细节对比，这个机芯，可以看到这个是原版的，原版这个也是7点位的一个摆轮，然后这个是 APS 的，这个齿的位置其实都对的。放大给大家看一下一个打磨程度效果，看一下另一面，这个是全部是一体的，然后这个是无夹板，看到一个打磨效果。钢带上的刻字都有做。最后再来观察一波。总结一下，这个其实两人工厂都可以选择。是第一个明显的话，地方就是盘面，这个是蓝流色浅蓝。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实心供轴，这个中空密吸，然后这个指针的一个裂光填充，指针裂光填充，这些 APS 这个比较干净。还有这个其他细节的话，就是这个表带这个是偏钨钢色一点，然后这个是偏白钢色一点。打磨的话 ，ABS 好一丢，看起来好一丢。机芯都是同样的一个单东3120的一个立体机芯，这个是没差别的。最后再实物上手，给大家看一下效果。刚完的一个上手效果非常亮，质感非常强。蓝牌是比较好看的一个经典款式。好，这期腕表就说到这里，然后更多腕表层次，大家关注我制作腕表，下期我们